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那今天要介绍的是 Lancer L1 Mesh 机壳。这款机壳体积191×191×355 mm，12.9公升。上一次介绍这一种正方形底座的机壳已经是 H1 了。身为早期最著名的直立式机壳 H1，我之前已经拍过影片介绍。搭配 SI100 气能式的布局，让直立式的机壳有了新的玩法。那几个月过去，除了换成白色版本之外 ，ATS 3.0 电源，同时装上4080 Pro， 完全可以塞进这一款比较旧的机壳。同时换装副厂 PCIe 4.0 的线材与 7800X3D 做搭配，那希望可以再撑久一点的时间。由于 H1 的前置玻璃面板的散热算是蛮糟糕的，那这次我直接在后面割了一个缺口，直接塞进12公分的薄扇进去，比起两代的9公分还要来得更大。搭配黑色纸胶带的精湛导风罩，显卡与 CPU 绝对不会吃到回流热气。那后续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的反馈给大家。今天这一款 Lancer L1 Mesh 在占地面积与 NZST H1 类似，不过全网孔的设计它更像是 H1 再加上 SSU PD Meshlicious 的合体。那我们这一次就来看一下它的结构。打开 CNC 的顶盖，你会发现它的 mesh 是一个一体成型，呈现一个 U 字形。抽开后，它的零件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前板、后板跟安装主机板的中板，中间一条 PCIe 4.0的延长线，还有一个 DP 1.2 的延长线，所有的接口都是朝后的。主机的底部呢是完全封死的。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再加上一个电源的进气口，还有显卡视讯线插上去的地方。虽然用延长线的架构，目前144Hz 的 4K 萤幕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 DP 1.2 理论上是不支持这种萤幕的传输速度的。设计者为了压缩体积，把显卡固定架缩小到这种程度，个人只能说是勇气可嘉。上下盖使用12mm 厚的铝块一体成型，你可以看见固定 mesh 的沟槽。电源延长线使用10A 的规格，电源本体呢则是横躺固定，对内进气。你可以看到我使用薄扇的时候，水冷头其实是很靠近风扇本体的。顶部可以安装12公分或14公分的风扇，你可以选择左右两个位置，但使用240水冷的时候只能靠其中一边。那我用305 mini 的显卡，基本上只能用薄扇。那诚如你所见，显卡完全贴合主机板，所以40系列的那一种背板全开的开孔设计也没有用。在双烤测试30 mini 室温23度下，4070 钛功耗285瓦，温度77度，13900K 顶着100度的温度墙有210瓦。那如果我更换风扇的方向，改成向内吸风，可以到235瓦。那显卡的温度呢，则会微微上升到80度。之前 H1 的气冷测试影片用 13900K 气冷双烤也有快200瓦。那这样子235瓦的表现只能算是勉强可以接受。不过我认为4070钛与 780X3D 这种配置算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最后分享一下组装上的细节，首先是显示卡主机板是可以左右移动6 mini， 整个主机板最高可以支援到116 mini 的散热器高度，部分的9公分双塔是可以支援的。这个显卡呢，其实可以支援到61 mini 的3槽厚度，但因为它边角切了个角，所以那种3槽挡板的公版显卡是装不下的。加上底盖是完全封死，所以如果鼓风扇啊，或是多数的公版显卡，其实都不建议安装这种机壳。前面两个孔呢，对于24pin 的电源与 USB 3.0 的安装蛮有帮助的。最后温馨提醒一下，这个电源开关非常容易脱落，拆下请记得小心。那以上就是大概这一次的分享，那有什么好奇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祝大家2024新年快乐，拜。